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袁冰妍未落成，限期落花之时还会远吗？很难理解为什么艺人片酬这么高，居然爆 S 毁了他的前程，还影响了无数无法沟通的剧集，让一直为王守候的人群穿秋水顿住呼吸，感到愤怒。在这个欢乐的季节里，玉骨遥、满族、尺子风行等众多即将上映的节目的权威 V 纷纷亮出横幅，激发了剧迷的能量。月饼在他们的嘴非常甜。尽管如此，令人吃惊的是，钟汉良、袁冰妍的呼吁与清欢的权威微博也同样动了。交付的横幅非常完整，令人愉悦且美丽。画面中，奇特的建筑前，晚霞如水，男女主人公依偎在道上，望着头顶的明月，欣喜若狂。美妙的节拍流向他们咧着嘴笑的眼睛和额头的两侧，魅惑清欢的爱好者们精神抖擞，纷纷表示：“你说会交流吗？什么时候？如此挑剔。”那么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假设袁冰妍和他的粉丝说的一样，组织不守不赔，什么都不是阴阳合同，不是恶毒的伪装，也不是拿 S， 也不是撒 S。那么，到时候袁冰妍的风韵与清欢转得再久，关于她的故事也不会鲁莽。她和刘雪怡合作的《花落在玉》也将很快与众人见面。花落在玉你同样是一部老版的人体模型秀，观众们已经憋了半天了。看路透社和预告片，刘雪怡和袁冰妍的颜值和演技都在网上，而且他们的着装也都非常出色。有责任。无论如何，万一袁冰妍真的有问题，一个节目都不交流，舞台交流，那么邓伦的《夜行者》和许开成的演技就不好解释了，扼杀他。有很多原则，万一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，那是徒劳的。只可惜钟汉良和刘雪怡这两位男主角。钟汉良并不过分年轻，虽然状态不错，但也无法和年轻艺人对比。目前还不清楚他以后是否会参与偶像剧。刘雪怡的颜值和身材都很棒，但她需要一个引爆的机会。据说她演得很真实，把重心放在了坠落玫瑰世界和你的呈现上，人物很酥，很有联系。可惜我能在这个晚春的困厄之城里坐坐。看了其他艺人的剧集，名声和流量都大了，以后会得到更多的好资产。力量。显然，以我个人的观点，我相信这两部剧会被传达出来，因为这两位男主角的颜值和感觉都非常出色。我只相信袁冰妍会坐得住，不会满足粉丝们的真诚假设。02沉香如碎片和琉璃差不多是初代演员的50%，但剧情也可能有关联。沉香如碎花，沉香种花今年春末如约而至，现已完结，但耐力依旧异常巨大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节目站位不是很高，豆瓣评分有点低，有些人也不好看。无论如何，萝卜和白菜各有千秋，校对者毫无疑问地崇拜这一个。剧情有些不完美，但有两个演技派，杨紫和程毅都惊动了这部剧。无论如何，主管都看着他，很津津乐道。看完大结局，我其实有很多的尾随感，甚至还有很多的沉思。经理了解后才发现，沉香如梗在喉中几乎50%的配角，真的是从琉璃中搬来的。有老同事吗？男主也是程毅，女主换了，配角还是那几个人。看的时候一直在想，你还记得他们吗？第一组在琉璃中，在司凤身边饰演靠谱爸爸或妈妈的萧银花，这次变身狐狸公主，后来与紫菱相恋并结为夫妻。众人齐心协力，帮助于墨处理山上的事情。而琉璃中的独眼老爸柳奕欢，这次变身腹黑极品封面。在严丹的好朋友江晨的帮助下被救出后，两人因爱情结为夫妻。江晨也成了公主，但他们现在已经不开心了。裴洛本色出现，江晨不肯助纣谩骂，最后的结局变成了悲惨的死，同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故事。
最精彩的当属琉璃中的吴之奇和子虎这对 CP 了。在《沉香四渣》中，2位演员饰演的还是一对 CP 玄翔和陶子琪，这可能是命运。此外，剧中最重要的反派也是由同一个演员出演，名字大同小异，一个是罗湖吉兜，另一个是吉兜星君。2. 剧情连接。其实看了《沉香》，在追问琉璃的剧情，其实好像是穿越到现在的故事，也许现在不在，不过你可以这样想，注意详细给小编。在《沉香》大结局中，吉兜星君还亲的幕后 boss 身份曝光，与英雄应远的较量成为必然。应远用妖杀了还亲，修罗血又借助父亲的手下灵宗激活，所以应远用面丹唤醒，而他几乎变成了一个人妖。最终他们最好留下一丝元神。香炉中，如果还亲现在不再被杀，而是坚持逃跑呢？万一现在还亲不再因为吸食魔气和精妙修罗血脉而死在魔香之中，而是从极毒星君转变成魔族大名罗湖极毒呢？那时天地是借助应渊释放的元神压制修罗血而苏醒的。为了不让你还秦再次降临，扰乱三界，应元想要坚持寻找逃亡的还秦，于是他又一次直接下地共度难关。离泽宫的弟子雨思风同样是一个不允许谈恋爱的地方，所以他整天戴着面具。洛侯基度借助仙界内的人类，将自己的身躯重塑为女战神，后因失误被贬为凡间国际，成为楚国。没有60的玄机，所以在凡间国际公开的应远和极毒星君的故事，这岂不是把沉香碎屑和琉璃连在一起了？这其实是一种超越生活方式，和这种生活方式，除了巨大的 BOSS， 在男女主角之后，还提前声明他们在每部剧中都演了一对 CP。在沉香的生活方式中，陶子琪欺骗了玄香，因此在琉璃之后的生活方式中，可以说子狐对吴之期的爱是不会改变的。子虎的生活事业变成了拯救被压制的吴之期，最终他为他而死，变成了令人沮丧的爱情。以这种生活方式来报答轩辕对陶子琪的爱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陶子琪对轩辕无法供给的爱，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或许还可以归结于子湖上的吴之期。我很惊讶您是否会考虑一些不同的联系。03即将播出的4部修复糖果小狗剧都有热播，有没有你一直在追寻的？甜蜜的小狗剧一直是家庭剧中最有名的话题之一。在即将播出的剧集列表中，有4部修复糖果小狗剧待播出。看看你已经准备好了吗？去一个有风的地方。主演李现、刘亦菲、吴倩、牛俊峰、胡冰卿等。对这部即将播出的糖果小狗剧的认可，我同意，我不想提了。大家都知道李现和刘亦菲是一流的主演，帅哥和美女的混搭，谁不喜欢呢？该剧讲述了因好朋友去世的打击而独自巡回演出的徐红豆，以及回到出生地创业的谢志尧的故事。成熟男女爱上大理的每一个不同，重新测试超越并恢复了他们的新生活方式。这也是刘亦菲第一次挑战糖果宠物题材。她的搭档李现，一个高颜值的尖子生，对这部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主要是因为对2的认可。不出意外，他很可能会再次成功。杰作《我的烟花》，主演杨洋、王楚然、王彦霖、张悦、魏大勋等。这部又被称为《等待你的城市》的糖果小狗剧，是一部集临床治疗、炉灶保护等诸多因素于一身的作品。它讲述了消防员和女医生之间的浪漫爱情。剧情：糖果和挑逗，最大的可爱逆行。不是最好的情节和人物很吸引人，但另外固体可能很强大。兴趣的巅峰地带，杨洋与大名鼎鼎的小花王初然搭档。那些人的 CP 感简直太准了，杨洋的演戏能力也是一流的。那些人类的出现已经足够诱人了，我坐等他们的较量。打火机和公主裙，主演陈飞宇、张婧仪、赵志伟、岑可妮等。
这部糖果小狗剧改编自同名言情小说，这是一个跨越校园和职场的城市童话，讲述了编程天才李毅与书香四溢的暴君朱云的故事。他们从初出茅庐的校园到职场，早已走过岁月的沉淀和风风雨雨，最终携手前行，重拾发展中的爱情故事的命运。陈飞宇的搭档张婧仪，两位主演也是颜值超高，长相气质也非常适合个性鲜明的角色。在剧中，陈飞宇的金发时尚一扫全网，这表明目标市场可能对这部新剧非常好奇，期望是多么的过分。乌云玉明月，主演李一桐、金瀚、岑可妮、王子睿等。这部糖果小狗剧同样改编自同名言情小说，它融合了许多因素，包括悬念、时间旅行和爱情，讲述了土豪修士吴语与悬疑推理女主创谭娇的时空爱情故事。这部剧的阵容同样精准，由李一桐和静涵主演。李一桐出道以来，人脉不断出众，静涵的长相和气质，对于男男或男男的功能，更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从这个因素来看，这部剧的选角还是蛮中肯的。以上4部修复剧准备播出，一种是额外的刺激，另一种是额外的诱惑。你做的最多的是哪一个？欢迎留言。